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1年以后的你们给现在你们的忠告和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啊。第1组牌的话，首先第1张牌 If you believe 1年以后的你们想对现在的自己说的话就是只要你相信。我觉得给你们的一个忠告就是你们在1年以后是有机会实现一些你们现在所不敢想象的事情和目标的。所以说现在的你们要敢于向宇宙下一个大订单。在这1年当中啊，一些阴差阳错的契机可能会让你们去实现一些不可思议的成就啊！我觉得相信本身它就有一种自我实现的能量。当你们向宇宙许下一个愿望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在朝着那个方向一点点的往前走了。其实你们能够感受到啊，内心极度不渴望的东西它是不可能靠近你的。心不患物，则物不至。如果没有强烈的渴望，就看不到那些实现它的方法。所以说一定要敢于想啊，敢于去渴望。你们的愿望本身会帮助你们实现那个愿望。第2张牌呢 It's up to you， 人定胜天啊，事在人为。这是给你们的一个忠告，就是不要觉得很多事情你们的努力是没有用的。其实努力本身就能够提高你们达到那个目标的概率。当然它只是一个概率，因为有些事情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如果你们能够不断的在这个方向上去尝试，那么总有一天你们能够集齐天时地利人和这3个要素。因为只有努力是你们能够控制的，天时和地利都是你们不能够控制的。你们要把你们能控制的事情做好，不能控制的事情你们只需要保持乐观，然后耐心的等待。现在的你们可能已经处在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了。你们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啊，可能在当下来看相当的沉闷和平凡啊，你们还以为是生命当中普通的一天。但是在1年以后的你们回过头来再看啊，你们当初做出的那个选择，度过的那个沉闷和平凡的一天，其实代表了你们命运的巨变啊。1年以后的你们1年以后你们的这种经验啊，会被当下的平凡所历练。所以说给你们的忠告就是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情，永远不听话，要大笑，要敢于去做梦，要敢于与众不同啊！因为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而这场冒险从你们抽到这组牌的这一刻才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前2张牌也是让你们去敢于做梦，敢于去想象，敢于去憧憬。它肯定了你们内在的这种意志带来的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会让你们在1年以后取得很大的成就。而第3张牌呢 There's something better。1年以后，其实你们已经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谈论你们之前曾经在一些人和事情上面的遗憾了。就是尽管你们在失去的时候可能会很悲观的认为你们再也得不到类似的体验，再也不会拥有那些珍贵的东西了。但是随着你们自身的成长啊，随着你们去到一个更高处，你们会发现前方还会有一些更好的东西在等着你们。所以不要被那种就是有那种来不及的绝望感缠绕着你们，永远能来得及，永远赶得上，甚至一切才刚刚开始。所以说第4张牌 Remain Positive 啊，给你们的忠告就是一定要保持乐观，一定要积极啊！1年以后的你们可能已经能够笑着讲述那些曾经令你们悲伤的瞬间和那一段难以想象的孤独的旅程啊！保持你们的积极和乐观，也尝试着在这1年当中去培养你们内在的一种钝感力啊！这种钝感力就是从容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伤痛，坚定的朝着自己的方向往前走。它是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啊！保持乐观，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那么这张圣杯8呢，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在经历一个非常孤独的旅程吧，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啊。因为你们能够了解到世界的广大与多元，并且觉察到自我的局限与狭隘，所以说你们允许自己不懂得他人，也不去控制他人。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允许他人不懂得自己，不理解自己。所以说你们不会试图去凌驾他人的意志，也不会轻易的投身于他人制定的评价体系里边。你们就是
浑然天成、自成一体的。这大概就是最自由的孤独啊，最温柔的叛逆啊，在你们的身边能够营造出一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小世界，宁静而淡泊。所以说这个圣杯八，我觉得在这一年当中啊，你们可能会踏上一个追逐自我的人生旅程，会游历很多的地方，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啊，这就是给你们的一个忠告。当你们踏上一个孤独旅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就能够去体验、去感受、沉淀，最后成长。表面上看起来你们没什么改变，但是实际上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四呢，在这一年当中啊，你们可能会频繁的去变换自己人生的位置啊，去游历很多的地方，但是一年以后，你们会真正意义上的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啊，扎根沉淀，找到自己的归属，找到自己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啊。我觉得在这一年当中，你们经历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磨砺，甚至更多的是你们看起来和外部世界进行了一个互动，其实是你们和自己进行了一个互动，你们在深度的探索自己。在这一年当中，你们经历和体验的事情啊，它的密度是非常之高的。在这一年当中，可能这一年当中体验的事情是过去3到5年的总和啊。这个时候呢，你们可能会看开一些事情，想明白一些事情啊，会想要把自己安定下来、沉淀下来，打造一个大本营，比如说购置房产、成立自己的公司、打造自己的一个生产资料，能够让你们有一个依靠的地方啊，能够让你们感到松弛的安逸的环境当中啊。所以说一年以后的你们会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而星币7这张牌呢，这也是给你们的一个忠告啊，要把自己真正的重心放在赚钱上面。一年以后呢，我觉得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能一年以后你们要在一件事情上面花很多的钱，它会需要用到钱。所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那么第4张牌呢，就是太阳牌啊。太阳的话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积极的和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连接。太阳在发光啊，我觉得你们可能在面临这种职业方向和职业发展上的选择，你们要去做一些能够和这个世界产生非常良性的互动和连接的职业，能够表达自己，能够让自己发光的职业，可能会涉及到表演，可能是大众占卜，连接到很多人的能量，或者说自媒体，把你们自己当成是一个艺术品去展示你们自己，表达你们自己，或者说艺术家、作家、医生，就是可能会具备某种公共事业的属性，能够让你们自身变成这个太阳，去发光，去提供非常大的价值，会让你们在肯定自己的位置吧，因为你们是被很多人所需要着的。所以说太阳牌呢，我觉得一年以后你们会从自己的精神孤岛里边走出来啊，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只有当你们走入到人群当中，你们其实才能够深度的探索自己啊。只不过你们是通过把这个世界当成是一面镜子，在探索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你们反而能够更好的看到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你们自身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富足，因为你们接触的越多，理解的越多，你们自身能够包容的就越多，接纳的就越多，你们自身就变得更加的富足啊，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你们在自身无意识当中会富集一些有价值的人脉和资源向你们靠近。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 Get More Information 啊，就是说首先一年以后的你们跟现在你们的忠告就是你们要有意识的去收集信息，因为收集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们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可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边呢，会有一个很重大的判断，马虎不得。在这之前你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啊。判断它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你们做出怎样的判断取决于你们能够收集到怎样的信息，这也是你们要锻炼的一种能力啊，你们检索有效信息的能力。所以说你们扩展人脉的意义就是能够通过不同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人生经历，能够给到你们不同的启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潜移默化的帮助你们去做出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人生选择的。而且呢，真正决定我们人生的其实
总共就只有4种非常关键的能力啊。第一种能力，它就是信息收集能力啊，你们能否收集到比别人更多的信息？而第二种能力呢，它是判断能力，在拥有的信息差不多的情况下，你们能否做出比别人更为精准的判断？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需要有很丰富的经验。而第三种能力呢，它是规划能力啊，就是当你们拥有的这个信息和局面差不多的情况下，你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规划出更优的策略？这个也是需要反复的去练习的。而第4种能力呢，就是执行能力，你们能否把自己制定的策略高效的执行下去啊？所以说在这1年之内，你们需要锻炼的就是这4种能力，你们要有意识的去提高这4种能力啊，它会决定你们未来发展的上限。而第2张牌呢是 success 啊，它非常的直接，就是一个成功。包括第4张牌啊 peaceful resolution， 一个令你们感到焦虑的事情会落地啊。我觉得这组牌它有着很强的一个导向性，就是一部分朋友可能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比如说公务员啊、教师资格证啊、事业编制啊、职称的评定等等。那么这2张牌的结合，就是在1年以后的你们能够上岸，进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啊。其实这张 peaceful resolution 啊，抽到这张牌的你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啊，过去你们曾经遇到的无数的困难和阻碍，但是你们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跨越了那些看似无法完成的挑战？这一次也不例外啊！你们可以解决当下你们最焦虑的那件事情，你们有这个能力啊！因为命运当它把一件事情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它就默认你们是有能力去把它解决掉的。这个时候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Don't stop， 不要停下来啊，要一直往前走啊！不要让懒惰和拖延滋生。因为懒惰和拖延它会带来极大的情绪内耗啊，它会让你们感到倦怠、自我怀疑，陷入到一种负面的循环里边。所以说你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手上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啊，因为有的路并不是你们看到路才往前走啊，你们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才会看到前面有路啊。行动本身也能够缓解你们自身的焦虑和精神内耗啊，切记不要纸上谈兵啊，就是1年以后的你们想要给到现在的你们的一种指引啊。我觉得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第1张牌就是 The Fool 啊，愚人。1年以后你们可能会真正意义上的获得解放啊。有的东西看起来在当下是在给你压力啊，在碾压你，其实是在解放你。因为当你们被压抑到一定程度的之后，就会强力的反弹，像弹簧一样，任何给你们压力的东西都在让你们觉醒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呢，你们现在可能在刻意的压抑自己，在为了一件事情努力的过程当中呢，你们就是在逐渐的觉醒啊。1年以后，当你们成功上岸以后啊，你们会真正意义上的走出牢笼，来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而这张宝剑7呢，就是你们的身上啊背负了很多的东西啊，可能是来自于身边人对你们的一种期待啊。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啊，你们在1年当中呢，给到你们的一个忠告就是要不断的做减法。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在这1年当中，你们要逐渐的去剔除一些人和事，回到一种简单的状态里边啊，用最简单的心态才能够做成最难的事情。你们的心态越杂乱，背负的事情和期待越多，你们整个人就越不稳定，越没有办法专注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里边。而第3张牌呢，是这张魔术师啊。这张牌我觉得1年以后的你们想告诉你们的事情，就是你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在这1年当中，有很多事情会动摇你们一开始的信仰和想法，你们可能会看到别人做出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得到了更好的结果，然后会对自己做出的那个选择产生怀疑。但是只要你们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想法坚持下来，1年以后你们会实现弯道超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需要克服的是外界不断的诱惑，可能会让你们偏离原有的轨道和方向，去追逐那种廉价的快感。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边啊，你们一定要坚持自我，一定要为自己而活，一定要任性一点，一意孤行。你们明白你们的人生是为自己而活的，你们要取悦的人是自己。大部分人的建议啊，其实都不用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证1年以后的你们不会后悔。那么这张星币3呢，我觉得1年以后的你们想要对现在的你们说的话就是，不要总是单打独斗啊，要学会合作，互利共赢，资源的整合啊，和一些人和一些能够和你们互补的人产生合作，这能够让你们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所以说一年以后你们再告诉现在的你们，不要尝试着自己去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你们钻牛角尖也许能够有一些收获，但是那一定不是效率最高的方式。学会借助人脉和工具去解决问题，才能够让你们事半功倍。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那么关于一年以后的你们给现在你们的忠告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4张天使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你们当下觉得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好转，没有什么是不变的，除了变化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甚至要珍惜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低谷期啊，因为在这个低谷期当中，你们能够看清很多人，也能够看清楚很多事情的真相。你们越是低谷的时候，就越能够看到自己的本心，越能够看到自己的本质。有的人身处低谷的时候会自暴自弃，但这绝对不是你们，你们只会越挫越勇，拍一拍身上的尘土，在那些失去的废墟之上重新建立新的人生计划，然后人生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就是这么的简单。第二张牌呢是 forgiveness 啊，一年以后的你们给现在你们的忠告就是要放下，我觉得或者说要原谅吧。我觉得这种放下或者说原谅呢，其实它不是一种妥协，它就是一种不去计较，算了放自己一马，和自己有一个和解。有些事情可能你们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人生当中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做，这是一种智慧，就是你们不会或者说你们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去计较那些小事。在这一年当中，你们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是非常怀旧的那种类型啊。你们放不下的不是那些旧的人和事，放不下的可能是那些过去的美好的瞬间和回忆，会怀念过去的那个自己啊，那个热忱的奋不顾身的毫无保留的自己。但是呢，我觉得这组牌给到你们的忠告就是，有些事情啊，你们只有通过放下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放下本身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告别它永远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告别啊，因为只有告别旧的才能够迎来新的。有些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期待已经发生的事情本可以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活在当下，然后去决定我们未来的模样。然后第3张牌呢 choose a new direction 啊，一年以后的你们给现在你们的一个忠告就是，其实你们没有必要选定了一个方向之后啊，可能在一件事情上面钻牛角尖，因为当你们做出了选择之后，如果你们感到力不从心，如果你们感觉到你们的付出和你们所得到的是不成正比的，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方向它不是最适合你们的。在这一年当中，可能你们还会出现一个机会啊，去调整自己的方向。所以说不要害怕，也不要因为你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啊。你们的人生是永远有可能性的，永远有翻盘的机会，永远有选择的权利啊。你们可能总是被那种一切都来不及的绝望感所缠绕，但是呢，我觉得一年以后的你们想要通过这组牌告诉你们，你们在一年之内还会有一个重置和初始化的阶段，有一些事情会从头再来，但是呢，这个过程非但没有让你们慢下来，反而在一些事情上加速了你们的成长。所以说第4张牌 Help for People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一年当中呢，会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会不断的有人来帮助你们，就是说接下来的一年它是会阴差阳错的出现很多人来能够推你们一把，可能这些人是和你们萍水相逢，也可能是过去你们帮助的一些人现在会翻回头来再帮助你们，会有一种阴差阳错的力量推着你们往前走。而接下来抽到的这四张牌呢，第一张牌就是星币2，我觉得给到你们的忠告就是要努力的去发展一个新的技能，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说一个副业。你们学习的那个新的技能或者说副业会在这一年当中的某个时刻啊，
能够让你们抓住某个机会啊，因为学习涉足的这个新的领域呢，它会带给你们一个人生的新的上升通道，而且就会在未来的1年之内显化，会有一个巨大的机会。而且星币2呢，这张牌也是告诉你们啊，永远要做好2手准备，永远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当你们有了选择的空间和权利的时候，你们其实在心态上面会比较松弛，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或者说结果就患得患失啊。所以说任何事情在你们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时候，你们做的那个第2手准备就会发挥一个巨大的作用。然后第2张牌呢是女祭司，女祭司她是带着一种戒备和警惕往前走的感觉啊，人是很克制的，就是在自己的节奏里边，其实不会被轻易的干扰。所以说给你们的忠告就是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啊，不要在该谨慎的时候草率，也不要在该果断的时候犹豫，找到你们当下的节奏，找到你们要做的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找到你们最爱的人，去做那件最重要的事，爱最重要的人。所以说我觉得仅仅做到这几点啊，你们在接下来的1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和突破。而且女祭司呢也是要昂首挺胸的往前走，不要回头看。第3张牌节制呢，它代表的是一种能量的流动啊，只有当你们行动的时候，凝固的时间才会开始流动啊，给你们的这个忠告呢，建议啊，也是能量的这种东西，它是很神奇的，只有流动起来，它才真正属于你。比如说我们去跑步，看似挥洒了体能，实际上却振奋了精神。倘若养成习惯，每次跑完还会觉得身体灵巧，思维敏捷。所以说如果说这组牌的你们需要从事的那种需要大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工作啊，当你们思维枯竭的时候啊，你们就去跑几圈步。所以说要让你们自身的能量流动起来啊，流动的方式就是你们要把自己奉献出来，创造一个新的自己，分享一个新的自己。而这种能量流动之后啊，反馈而来的能量甚至要远胜于自己含而不发的能量，这就是能量的妙处。我们固化它，守住它，害怕外泄，害怕会让它枯萎，害怕会让它萎缩，甚至消失不见。但是当我们用它，挥洒它，付出它，给予它的时候啊，反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拥有它，甚至是越来越多。而第4张牌呢，星币1啊，这张牌呢给你们的一个忠告啊，就是说这1年里边你们要努力的去赚钱，不要对金钱有任何的羞耻感啊，大大方方的去谈钱，大大方方的去赚钱，有计划的储蓄，把握好这个时代发展的脉搏啊，有一些机会会在未来的1年显化，这是一个商机。如果你们能够抓住这个商机，就能够从中获取到巨额的财富啊，这是一笔宝藏。我觉得给你们的忠告就是要保持你们灵敏的嗅觉啊，可能你们做的这个事情能够刚好赶上一个行业发展的风口和趋势，就看你们能不能抓住了。所以说你们在这1年当中投资的一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得到升值，瓶颈期的人会迎来突破，触碰到职业天花板的人也会进入到新的阶段。这张牌呢，就是这个指引，它对应了这张牌的 situation will improve， 事情你们是在往前走的，1年以后你们可能会因为抓住了某个行业发展的机会啊，整个人的个人世界变得非常的精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啊，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上升的趋势，给我一种感觉。自身也会因为抓住这个机会啊，财富和影响力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呢，其实接下来的1年是相当梦幻的1年啊，把握好这个机会，把握好你们发展的节奏啊。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